署長，请。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你認為他和於涛相比，誰更厲害一些？首長是想聽實話嗎？當然聽實話，我什麼時候讓你講過假話？實話說，也就差那麼一點點，也就那麼一點點。你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們打算用半個月的時間，來熟悉航母的航跡，來熟悉它跟其他類似噸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跡有什麼不同。什麼船都有航跡，好像不能只靠這個方法找到我們的大船，這個方法不行。同意。熟悉在各種氣象和海況條件下，它們的航跡的差異。把它印在腦海裡，養成瞬間的習慣反應。等這一切都完成了，我們就向首長報告，來實施捉姦釋非。不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們完成了第03科目試飛之後再說。還有什麼事嗎？其他的沒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長為什麼不同意我們立即轉入捉姦試飛。我們已經都等不及了。因為你們還沒有完成第03科目試飛，就算完成了，還要有一個熟悉海上環境和航母捉姦平台的過程。你們現在在陸地上已經完成了模擬平台的捉姦和起飛的訓練。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陸地上的模擬平台它是靜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捉姦甲板是在不停的運動中的。第一，它必須在高速航行的狀態下，才能讓艦載機逆風捉姦和起飛。第二，航母在航行時，時刻在向上下前後左右6個方向顛簸起伏。即使是逆風航行，風大風小，由航母斜向甲板產生的側風，由艦島產生的回旋風，還有航母在航行時艦尾形成的尾氣流，這都會對你們捉姦和起飛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從現在起，到你們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捉姦和起飛，路還長着呢。兒子，有感覺嗎？媽媽，你摸摸。好像溫度比之前又熱了一點。真的嗎？嗯。媽媽，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來啊？對啊，當然有可能了。我們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嗯。媽媽，我最近對中醫很感興趣，我根據古書的經方寫了一套藥方，您能幫我去拿一下藥嗎？你自己開藥方？您要是不放心的話，就拿着這個藥方去問一問中醫院的醫生，如果他們覺得可以的話，那就可以試試。你又沒學過中醫，哪來的基礎啊？別胡鬧啊！媽媽，在現代醫學上，我是一個無解的題。但我可以根據中醫的理論去試一下。您說過，我們要有信心，尤其這樣等着，還不如試一下。好，媽媽看看。桂枝、牛膝、生附子。桂枝可以文通經脈，治療關節麻痹；牛膝可以補肝腎，強筋筋骨。媽媽，您要是不放心的話，就直接去問醫生吧。行啊，兒子，你都研究上中醫了。行，只要你不放棄，媽媽就更有信心了。改天我去問問醫生啊。好。
我這來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哦，我已经让人去请了。哦。首长，哎，主任来了。首长，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那我就放心了。走了。首长再见，首长再见，再见。秦大队长，听见了吧？赵委，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别，刘主任，千万别！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務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奇迹？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試。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1个月呢。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2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去吧。哎呀，去吧。你看见了什么？雾，好大的雾！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动摇，我是洞三，发现航迹。燕山，我是东幺，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哎，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
你挺好的，棒极了。首长回来吧。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小王，到，你先出去一下。是。坐吧。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你有心事啊？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首长说什么话了？舰载机试验试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儿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論事。你从试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論什麼時候遇到什麼情況，都要自己先上。如果有人犧牲，第一個犧牲的就應該是你。你甚至在那個時候就開始挑選和培養自己的繼任者，對嗎？劉主任，這個問題我可以不回答嗎？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隊長，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發認為，如果到了最後發起總攻決定成敗的時候，一定要有人犧牲的話，那麼第一個犧牲的就應該是你自己？對不起，劉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們的支援對象之間的談話，對外是絕密，但是你和我之間，一定要開誠布公。好，劉主任，我是試飛大隊的大隊長，論年齡，我是他們這些人的大哥。如果為了完成任務，有人要去面對犧牲的話，為什麼不可以是我？而且，接着說下去，都說出來，這樣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麼來幫你。而且首長選擇讓我來做這個大隊長，是因為我比別人更有能力去應對每一次面對犧牲的考驗。我選擇第一個衝上去，並不一定會犧牲，而換做另外一個人就有可能會。你只說了一部分實話。當然了，我也並不能保證我每一次都能化險為夷，但是我確實是這麼選擇的。就像剛才說的，如果連我都扛不過去，那麼我還能相信誰呢？我明白了，咱們今天就談到這裡。好在那個時刻還沒有到來，你們現在只是在巡艦，沒有真正的着艦，一切都還來得及。什麼還來得及？幫你解決問題啊。劉主任，我覺得這不是問題。看到有可能的犧牲，並且勇敢地面對，並想辦法戰勝它，我一直以來都是這麼過來的。你說的不錯，可首長和我要的不是犧牲，無論是你還是試飛大隊的每一名同志。真能做到這個就太好了，但是萬一不能呢？我們所有的科學實驗不都為了解決這一個問題嗎？為什麼不能？如果真的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我的心裡就沒有壓力了。劉主任，那我走了。相信自己，相信我們，你們一定能圓滿完成任務的。謝謝。兒子啊，你太厲害了！孫主任說你那方子還真行哎，
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那行，有事儿你给妈妈打电话啊。好，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谢谢老妈。啊，明白了。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好，再见。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海军来的电话啊，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不行，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1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你什么意思？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1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儿子，妈妈回来了。秦毅，妈呀，妈身子，没事，来，咱从这边过，咱从这边过。秦毅，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好。喂？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鐘有一架便機從臨海起飛，你帶着孩子把他送到海軍總醫院去。好。給我接海軍總醫院的徐院長。徐院長，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訴你，秦大帝的兒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們海軍總醫院去。對，你要組成一個專家組，給我攻克，不攻克10000年都是不治之症。對，一定要想辦法。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讓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讓試飛大隊的試飛員知道，這是紀律。誰違反了，我處分他。嫂子，孩子怎么样？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電話？先別打。嫂子，孩子這麼嚴重，不讓大哥知道嗎？別讓他分心，不到萬不得已。
先別告訴他，青衣會沒事的。這麼多關都闖過來了，一定會沒事。嫂子，別難過，咱過去休息會兒。走。小然，吳老師，青衣怎麼樣？您別着急，我們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馬上飛北京。您放心，沒事的。怎麼飛北京呢？怎麼飛北京了呢？嫂子，放心，孩子會沒事的。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首长有什么指示吗？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首长，我们有信心。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首长。那好，明天好好表现。是。走了。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级编组巡检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環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發現航母的航迹；第二，發現航母進行高度通場。同志們，有沒有忘記我們之前的目標？沒有，沒有就好。有句老話叫行百里而半九十，這是最後的決戰，也是最難的攻堅戰。還是首長的那兩句話：第一，只爭朝夕；第二，科學精神，萬無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萬難，不怕犧牲，爭取最後的勝利。大家有信心沒有？有。說一件具體的事情，發現航母進行通場練習，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試飛順序，由我和江海進行第一組雙機試飛，其次是於濤和辛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於濤到，辛振宇到，2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記。是。加油，隊長！我想把你們2個留下，單獨談一談。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們傳達了首長的指示，指示我執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們倆要做任何試探性試飛，必須徵得我的同意，沒有我的同意，不允許擅自行動，這是我的命令，聽明白了嗎？明白。登記。是。我沒聽錯吧？剛才他說咱們可以進行試探性飛行，怎麼樣？這就等於咱們手裡捏着免死金牌啊，得試一試。那是巡檢，還是通常試飛？哎呀，巡檢咱們已經完成了，現在是要試一試在各種高度情況下通常試飛可能碰到怎樣的氣流影響。這樣，200米以下高度，你選擇一個，我選一個。
可他让我们報告，那就報告唄。報告得講究時機，懂我意思吧？行，明白。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不是不好，是很好。很好。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樣的氣候條件，訓練我們如何巡艦。東巴明白。动摇，我是动巴。8點鐘方向發現航跡，8點鐘方向發現航跡。目測長度，估算噸位。長度1.5到2海里，噸位5到8萬，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的大船。好，降低高度確認。東巴明白。動搖，我看到了，航跡前方就是我們的大船。衝過去。瞄準中心着艦點，進行200米高度低空通場，注意高度確認。東巴明白，高度200米。动摇，實在是太過癮了！我們進行了中國艦載機在中國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場飛行，東巴，好兄弟，祝賀你！謝謝動搖，同樣也要祝賀您，我一定會牢記住這一刻，在中國航母的成軍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艦長，政委，又飛過來2架。你說他能不能看着我？飛這麼低，這是低飛通場練習了。可以報告了。動搖，動2報告，動2、動3，請求適當降低高度，各自通場1次。動2、動3，可以，適當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過分降低高度。動2明白，動3明白。我先來，150米，通場1次。祝你成功。漂亮！隊長，什麼是低飛通場練習？我也想知道。隊長，快說一下吧。低飛通場練習就是艦載戰鬥機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後部飛入，並從空中通過甲板。這個訓練的主要目的是讓飛行員熟悉航母進場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時的危險環境。除了通過不斷的訓練讓飛行員適應艦載機下降過程中的複雜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讓飛行員適應迫近航母時的巨大心理負荷。從心理學的角度上來稱，這叫心理代償訓練。也只有通過了這個訓練，消除飛行員的心理障礙，找到安全的着艦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艦。所以通場練習就是為了正式着艦做準備。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離艦載戰鬥機着艦的日子不會遠了。隊長說的對，我們要加油，爭取留在艦上，親眼目睹中國艦載機在中國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飛和着艦。對，好，走了，回去工作，趕快工作，走了，快。
动1、动1、动2報告，动2、动3，請求再各自進行一次低高度通場試飛。動2、動3，請求再各自進行一次低高度通場試飛。為什麼還要再飛一次？低高度通場試飛，高度是多少？動2報告，剛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實着艦的環境，尤其是氣流對着艦的影響。你想飛多少？動2請求飛一次30米高度。30米太低了，你們各自飛一次120米，執行吧。動2明白。動1、動1，動3請求與動2雙機伴飛，動3請求與動2雙機伴飛。保持高度，注意安全。動2明白。動3明白。谢振宇，谢疯子，他这样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兒就是大亂的。他這個人就是這樣，老毛病不改，個人英雄主義。首長，我要去向秦大隊長匯報，阻止他這麼飛。政委，我覺得艦載機上艦的時間要比原計劃會提前，所以我建議全艦開個動員會，你覺得呢？可以。走。50米通場的訣竅啊，就是心無片語，靜如止水。謝立宇，給我站起來！好你個謝振宇啊！你想幹什麼？我問你，150米高度通場試飛，我事先有沒有跟你講清楚？講清楚了。講清楚，為什麼要明知故犯？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飛150米，我後來答應你可以飛120米，你飛50米，你把高度降這麼低，萬一飛機失控砸在航母上，會出什麼樣的亂子？你眼裡還有沒有組織紀律？大隊長，我想說明一下。你想說明什麼？你想說明你這麼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長給了你和於濤有自主權，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麼跟你交代的？怎麼跟你約法三章的？我說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報告。你知道不知道什麼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個軍人？是不是？是。是。你還知道你是人，那你為什麼不遵守？今天在這兒，我不想聽你解釋，我只想聽你檢討，當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檢討，說說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於濤，你想說什麼？大隊長，政委。下來，謝立宇。我還沒讓你做呢。說。今天的事我也有責任。我也要做檢討。我跟謝振宇是雙機編隊，我是長機，是因為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才造成了謝振宇同志私自違抗命令，擅自降低通場高度。雖然我們之前向大隊長報告過，大隊長你也同意了，我們可以飛120米，但我還是犯了錯誤。我第一次飛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為什麼不好？還是感受不到艦島迴旋風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側風對着艦帶來的影響。那也不能蠻幹。起立！首長，首長，您怎麼來了？坐下。坐。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地執行下一階段的試飛任務，我決定接管試飛大隊，直接領導你們的工作。我要強調一點。秦大地同志還是你們的大隊長，
他下一階段的任務主要承擔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清楚了。散会。这不会是因为我吧？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感受到见到回旋风没有啊？我感受到回旋踢了。啥时候了？首长，请等一下。首长，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吗？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下面要全力的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和第一次舰首起飞。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不早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是啊，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我找你试问。是。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试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啊减轻了不少。啊，对了，谢振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了，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赵文，赵文，大队长，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是。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给谁干呢？当然是给总指挥啊，不是，给海军干呢。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大队长，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报告，进来。大队长，对不起，我现在
是一个有名无實的大隊長。我下面所要對你說的話，就是傳達總指揮的指示。第一，你跟於濤這種行為屬於違紀，按照規定應該給予你們嚴重警告處分1次。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明天大會就要宣布。是。第二，在明天的大會上，首長讓你們倆講一講低空通場的感受，有沒有發現艦島回旋風、甲板斜風，還有艦尾升震氣流對捉艦的影響？這我恐怕講不出來。真要讓我講的話，那就讓我多飛幾個架次。你冒險飛了2次了，你們倆，尤其是你，還覺得不夠嗎？我這2次通場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要式飛行。就算有點感覺，那和日後的逐漸飛行也不沾邊兒。走。是。振宇，你認為下一步我們該怎麼飛？我認為應該按照我們在陸地上試飛的逐漸程序進行通場試飛。